大家好，我是 Somi。随着今天20号的更新，国际服等级上限正式来到90等。除了可以换新装备，相信不少大侠上线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算去开荒全新的事件副本《城关博梦》。这次要面对的 BOSS 是祭关主与河伯。目前我打下来的感觉，比起10人的辖境5人事件，在配合上相对轻松许多。但如果没处理好特定的机制，还是会直接导致团灭。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会直接帮大家拆解这2只网的核心机制。另外，在影片的最后，我也会顺便跟大家聊一下86等装备制作上的细微变动。那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86等事件城关博梦。第一阶段的 BOSS 为祭关主，那我会以 BOSS 可能会出招的顺序进行分析。首先开场后 ，BOSS 会直接使用引关列阵，这招会召唤出2个棺材，并定时进行范围攻击。大家可以利用消云千浪来快速清理这2个棺材。接着第2个机制是祭关主真正的杀招——血关错云斩。BOSS 会使用大范围斩击，无法闪避，无法卸饰，只能靠数值硬扛。扛完伤害后，每个人身上都会附带一个长达1分钟的流血 debuff。顺带一提 ，BOSS 这招的冷却时间大约是40秒，也就是进入下一个机制之前，大家基本上至少会吃到2次血关错云斩。这时候记得不要离捕食太远。虽然我们现在开荒有50%减伤 buff， 但流血伤害还是相当有感。撑过2轮血关错云斩后，接下来这套机制是一气呵成的联动，建议大家把它们当做一组连续动作来看。首先我们会遇到血关镇魂，这时候 BOSS 会放下真的棺材并套上护盾，大家必须在限时内把护盾击破。破盾后会进入血关分离，这就是最关键的时刻，我们要赶快把阵法内的真棺材搬走，并换上假棺材给 BOSS。随后 BOSS 会出巡关归煞，把阵法内的棺材拿回去。简单来说，我们的目的就是透过调包让 BOSS 拿到假棺材。这里有几个重点一定要记住：第一，阵法内一定要有棺材。如果里面空无一物，会触发尸关之怒，直接全场大范围攻击，并且会团灭。第二，如果护盾没破成功，或是没人去搬棺材，让 BOSS 拿回了真棺 ，BOSS 会再次释放刚才提到的流血大招血关错云斩。流血层数叠上去之后，绝对会崩盘团灭，补尸根本补不回去。但我实测了无常夜团，我发现目前大部分玩家的战力值都高于这个副本蛮多的，所以打到这个阶段，有很多队伍就已经快把祭关主打死了。所以我自己在想，说不定伤害够了队伍根本也不用搬棺材，就让他继续拿真棺。因为 BOSS 可能还没出第3次血关错云斩就被秒杀了。但各位大侠如果怕团灭的话，还是花点时间搬个棺材会比较保险。那最后我把祭关主剩的2个机制稍微讲一下，但有可能你打完祭关主都没有触发，因为大家战力太高了。有时候这2个机制都还没触发 ，BOSS 就已经回老家了。接着是炸光狂怒 ，BOSS 会随机点名1名玩家，时间结束后会有棺材飞过去撞击。被指名的大侠请立刻远离队友，避免波及到其他人。同时记得按住防御来减少伤害。这个伤害是蛮高的，但因为我们目前副本有50%的减伤，所以大家不一定感受得出来。最后一个机制是紫煞追魂波 ，BOSS 会集气并释放多道金光冲击波，大家要赶快躲到场上棺材后方来避开攻击。不过这里有个细节要特别提醒，躲避用的棺材在冲击波结束后会再释放一招大范围红光攻击。另外，如果来不及躲到棺材，也可以算好时机，利用3段跳来躲避冲击波。解决完祭关主，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位 BOSS 河伯的机制拆解。进入河伯的战斗后，首先会遇到的是3刀灼浪 ，BOSS 会连续打出3道剑气攻击，最后会接一记冲击地面的范围攻击。这招建议直接利用卸饰来化解。另外要特别提醒，河伯这场战斗有的招式是没有预警提示的，所以要随时注意地板，一旦出现金光，就代表有海浪要经过。如果不小心被海浪冲走，会有一段时间处于无法操作的状态，并且被冲出去，记得自己跳回来，不要让人物掉到海面，会扣蛮多血量的。接着是河伯威胁性最大的机制浪涌千叠，这时候 BOSS 会给自己套上护盾，我们必须在30秒内将它击破，否则 BOSS 会使出烂碎技能，使用后会直接导致队伍团灭。在这30秒内，场上会释放多道海浪来干扰玩家。这里尽量不要被海浪冲走，因为一旦被冲走，就无法进行输出，进而延误破盾的时间。总之，千万不要在这个关键时刻跑去玩水。接着是机制搏浪杀，这招发动时 ，BOSS 会直接瞄准一位玩家打出1道海浪，同时地图外也会有额外的海浪往地面冲击。这里大家要特别注意，需要随时留意侧边冲过来的海浪。
接着会遇到的机制是龙吟，这招发动时，所有人的脚下都会出现红圈。等读条结束后，会有水球进行精准攻击。这里我建议大家第一时间要分散站位，避免水球互相波及炸到队友。同时看准时机进行蟹式，就能轻松化解这波伤害。接着是怒流很少，这时候龙王会连续喷射出3道无法蟹式的水柱，我们需要利用2段或3段跳跃来闪避。如果刚好没耐力，也可以使用凌云踏来躲避一下。最后一个机制是骇浪滔天 ，BOSS 会移动到地图中间，连续发动7次大范围水圈攻击。面对这招，可以选择直接躲到地图的4个角落，或是直接利用跳跃来闪避水圈。另外，9重春色的玩家按住左键飘在空中就可以进行闪避。基本上这场战斗，浪涌千点我认为是威胁性最大的机制。因为大家要在30秒内破盾，同时 BOSS 还会到处移动攻击，玩家还要随时闪避海浪，避免被强行控场而中断输出。以上就是86等事件城关博梦的机制解析。最后想跟各位大侠聊一下关于这次装备制作与材料变动的个人看法。这次86等弓箭材料也是有不小的变动，最关键的一点是部分材料必须要等地图开放到2周才有办法获得。这跟我们之前河西地图还没开却先开放81等装备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有看过我前一支影片的观众应该还有印象，我当时就特别点名了3个河西材料是完全没有用的。而这次更新净灵花跟斯文琥珀正式出现在叠音材料跟弓箭材料清单里。另外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之前已经改动过的材料和人影跟81等射诀并没有被改回去。这代表我们可以推断，未来91等的弓箭材料很可能会延续这个模式。目前看下来，清单中只剩下金欧碎片还是毫无用处的状况。但我推测官方未来应该会开放特定的制作管道来消耗它。大家还有没有发现什么材料是毫无用处的呢？也欢迎各位大侠留言分享。我这边私心希望未来竹子也能拿来做点什么，例如说竹筒饭啊，我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好啦，这次的影片就到这了。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帮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是 Somi，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